我们活了几千年，怎么可能是邪修？活了几千年就不能是邪修了？邪修脸上写字了，还是你们额头刻着好人2个字？你说有魔兽就是魔界干的，那有灵兽是不是玉灵宗干的？有佛珠是不是禅宗干的？有剑是不是天剑宗干的？按你这个逻辑，谁家有啥就是谁干的，那天下所有坏事都有人背锅了。你家有刀，杀人就是你干的；老夫家有筷子，吃饭就是老夫干的，合理吗？刘师兄，宗主这叫啥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外加逻辑反杀，听着怪高级嘞。承认了就好。魔族混入修仙界宗门有什么企图？是想窃取修仙界机密？那些屠宗的事是你干的，还是你背后的魔界干的？不论他是魔族还是人族，都是天宗宗弟子。谁想动他，先问过老夫的扫帚。无凭无据就想污蔑我宗弟子，谢千珏，欺负3岁小孩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们天剑宗的小师妹，我们护。谁再说小师妹一句不好，我跟他拼命！你们青云宗当初不要小师妹，现在倒有脸来审判她？根据万仙盟公约，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不得随意指控。你们有证据证明小师妹操控了那些妖兽吗？第一，这事儿真不是俺干嘞。第二，俺确实是混沌灵根，那是因为俺太优秀嘞。总不能因为俺太优秀就说坏事都是俺干嘞吧？第三，虽然俺是魔族，但俺才3岁半，还没学过控制魔兽。魔族小孩6岁才开始学驯兽，这个恁们问问就知道。第四，妖兽只是怕俺，是因为俺身上有魔君和圣兽的气息，但俺不能操控他们。就像恁们怕老虎，但恁们能操控老虎吗？第五，这锅俺不背。这些人比黑风谷的风还难缠，风吹俺还能趴下，他们扣锅，俺趴下都不中。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有什么道理？他是魔族，魔族的话不能信。但他才3岁半，3岁半怎么了？3岁半就不能是间谍？你家间谍3岁半，3岁半能干嘛？窃取你们食堂馒头配方吗？可他3岁半就是金丹，你见过3岁半金丹？没见过。即便如此，他魔族身份已经暴露，天剑宗不能再留他。按照万仙盟公约，魔族弟子不得进入修仙界宗门。天剑宗弟子的去留，由天剑宗自己决定，不劳谢长老操心。我天剑宗的弟子，何时轮到你青云宗管？天剑宗的事，天剑宗自己管。俺眼睛有点热，不是怕，是师兄们挡在俺前头的时候，心里怪暖。你们天剑宗如此护着他，果然和魔界有勾结。勾结？什么叫勾结？我天剑宗弟子从入门至今，没害过一个人，没伤过一个无辜。他帮你们青云宗的人劝退妖兽，救了你们的命。他是魔族，魔族就是魔族，正邪不两立。正邪不两立？那你们青云宗买魔界矿石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正邪不两立？你们用的幽冥玄铁剑，有一半是从魔界商区买的吧？一边骂魔界，一边买魔界东西，你们青云宗的脸呢？报！魔界少主来访！魔界少主，他来干什么？来踢馆的，来宣战的。诸位，一起去看看。他醒了，他居然醒了。旺财和来福装的还怪像，就是尾巴差点露馅儿嘞。果然是圣兽，活在传说里的圣兽，怎么会在魔界？圣兽在魔界魔宫守了5000年大门，有什么好稀奇？他们脸色好像有点崩，像自己供在神台上的宝贝被别人拿去垫桌角。近日事儿好多，好烦，
怎么又是老衲主持？主持眼睛里头还带心里话嘞。魔界少主今日摆出这般阵仗，所谓何事？带这么多人擅闯万仙盟，难不成想撕毁条约，重启战端？看这阵仗，不像是来讲道理嘞，像是来把桌子掀了。带这么多人擅闯万仙盟，难不成想撕毁条约，重启战权？要说开战，魔界自然不惧。开战！上次赔款赔的还不够吗？上次你们连裤衩都赔了，还想打？开战再赔一次？如果这次赔魔界商贸区，我觉得可以打。上次仙魔大战，你们赢得很光彩。长老，上次仙魔大战没打成呀？魔君一出场就投降了。啊？俺爹这么干脆嘞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看到修仙界阵容就跑了。跑之前说了一句不打了，然后就派人签了投降书，干脆利落，一点不拖泥带水。见了鬼？不中，应该是见到俺娘嘞。毕竟俺娘是青云宗宗主，毕竟俺爹是个恋爱脑。非常可能。难怪他们表情怪怪嘞。人家没打就投降了，你说你赢了？赢啥？赢了个寂寞。谁让你们魔君怂包？看到我们阵容就跑了？对，怂包一个，还好意思派儿子来？裤衩都赔光了，还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？邪不压正，你们魔界永远翻不了身。你们修仙界就会耍嘴皮子，真打起来，你们跑得比魔君还快。上次仙魔大战你们赢，是因为魔君不想打，不是因为你们能打。一群见了魔君出场就腿软的废物。魔界少主今日前来，不是为了吵架吧？就是来吵架的。安哥还怪诚实嘞。魔界毁灭宗门的事还没找你们算账，你们倒跑到万仙盟来撒野。魔兽袭击村落，血洗小门派，这笔账怎么算？肯定是魔界干的，除了魔界，谁还能操控魔兽？毁灭宗门，你们有证据吗？拿不出来就闭嘴！就你们那些破宗门，值得我们动手？真要是我们干的，你们还能站在这儿吵架？早躺地上了。哼！一群废物，连真相都查不出来，只会甩锅。万仙盟，好大的威风！你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，就是为了给一个3岁半的小娃娃定罪？每次你们修仙界出了事情查不出来，就怪魔界；妖兽袭击村落，怪魔界；丢了法宝，怪魔界；走火入魔，怪魔界；今天阴天没出太阳，也怪魔界。你们怎么不说是月亮惹的祸？不是魔界干的，那是谁干的？关我屁事！又不是袭击我魔界的村，你们不会自己查？还是说你们无能，根本查不了？也是，青云宗连混沌灵根都看不出来，确实无能。你什么你？你们青云宗连收弟子还要收报名费，什么修仙界第2大宗，穷疯了吧？一个雷灵根弟子就当宝，真正的宝却拒之门外。走饱了还嘴硬。现在知道是混沌灵根了，又说是魔族。你们青云宗的嘴比魔界城墙还厚，混沌灵根又如何？不还是魔族？魔族怎么了？吃你家大米了？一个3岁半的小娃娃，要是真有能力屠宗，你们这帮人现在都躺在地上了，还能站在这儿跟我们吵架？站着都嫌占地方。魔界这几位嘴挺厉害，骂得比我痛快，句句精准。魔界怼怼天团，战斗力极强，建议列为语言攻击参考案例。安哥带来的人嘴都怪厉害嘞。魔界不替别人背锅，更不替你们的无能背锅。想定罪，拿证据；没有证据就闭嘴。
俺以前以为俺哥只会赚钱装病找矿，现在知道嘞，他还会吵架，而且吵得怪重。你们玉灵宗现在知道他是魔族了，想撇干净？之前想挖墙角的时候，又是塞糖又是塞果子的，还给了克渊令，还开出少宗主继承人的条件。变脸比翻书还快，玉灵宗的绝学不是御兽，是变脸吧？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对，不是那个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哼，不是那个意思，也没见你们站出来意思意思啊！平时去魔界淘魔兽，你们比哪个宗门都积极，那才叫真有意思。最有意思的是，他能跟妖兽沟通，这事就成他干的了。意思是能跟灵兽沟通就有嫌疑，那你们玉灵宗和灵气宗嫌疑最大。这话听着还怪有道理，俺都替玉灵宗结不上账嘞。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靠契约。你们更坏，灵气宗想用万灵精血祭阵，这也配叫正道人士？幸好我没找过灵气宗的道侣。你们神女宗的女修是不是只知道犯花痴？用脑子想一想，都知道3岁半干不了这种事。什么修为才能控制高阶妖兽和魔兽？一个金丹期能做到？你们神女宗的脑子都长在脸上是吧？我们相信扶贫小师妹，她不是那种人。总算有个有脑子的。谢谢。玄妙贤子这句谢谢接得怪有水平，要不说人家能当大师姐嘞。千万别说话，让他们吵。食神宗的，你们只会看戏吗？你们的脑子也是摆设吗？除了动嘴，不会动一动脑子？我们平时做闪食也很费脑子的。吃，就知道吃。每次魔界开放日，你们哪次不是冲得比谁都快？真要说跟魔界勾结，你们食神宗嫌疑才是最大的。他这个表情像是在想俺招谁惹谁了。你们禅宗我都不想说，上次仙魔大战，你们念经念到一半，魔界都投降了，你们经还没念完。阿弥陀佛。俺哥今天不像是来讲理嘞，像是专门来挨家挨户清算旧账嘞。你们上官家族仗着出了一个雷灵根，尾巴翘到天上去了，结果呢，被一个3岁半一剑打下台，丢不丢人？你们欧阳家族上次仙魔大战跑得比谁都快，说好的正道栋梁呢？栋梁跑起来也带风是吧？你们慕容家那些所谓的天骄，一个原因都没有，最强的才金丹初期。本来有个好的，结果把人逼得离家出走，现在就剩下一群废物。还有谁想说话？那个村子的事，我魔界可以协助调查，但想把锅扣在我魔界头上，先问问他们答不答应。你这是威胁！陈述事实也算威胁。那你们刚才围着人家3岁半小孩算什么？友好交流。就算不是扶天干的，也不是魔具干的，但魔族弟子混上修仙界宗门，这锅跑不掉吧？对，幻想有规定，必须给他说吧。勾结什么了？收个弟子就叫勾结？你们还收过妖族弟子呢，那是不是勾结妖族？众生平等，魔族也是众生。小师妹就是小师妹，不管她是什么族。对，进了天剑宗的门就是天剑宗的人。宗主说过，天剑宗弟子不问出身。根据天剑宗宗规第1条，天剑宗弟子不问出身，只问本心。有意见找宗主去。护短护成这样，也没必要为了一个混沌灵根硬杠整个万仙盟吧？本少主的妹妹，自然要护到底。妹妹，这俩字一出来，怕是要炸锅嘞！妹妹，魔界少主的妹妹，那福明岂不是魔族公主？天剑宗收了魔界公主当弟子。完嘞！俺这个身份像葫芦娃九爷爷，一个接一个往外炸，刚炸完魔族，又炸成公主嘞！对，公主，你爹是魔君！阿弥陀佛，难怪魔君亲自扛雷。俺爹是魔君，所以小师妹是魔界公主，我们捡回来的小师妹是公主，我们天天让她扎马步跑山挥剑，让公主扎马步。我的本子记了一个公主的账。原来如此，大师兄这个原来如此，听着比别人说100句话还沉重。他8成把剑、旷世、魔界、俺哥全串上了。那天剑宗岂不是发财了？公主哎，魔君女儿哎，难怪他们一个个用这么好的剑。等等，你们跑偏了！
不应该说天剑宗背叛修仙界的事吗？对，天剑宗收魔族公主为弟子，这本身就是背叛。万仙盟有规定，修仙界宗门不能收魔族弟子。天剑宗不会因为弟子伤了灵根而放弃，更不会因为弟子是魔族就逐出宗门。天剑宗的宗规不放弃自家每一个弟子。这个少主人不错，对我们宗规很了解。既然他是小潘儿他哥，那我们下次去魔界商贸区是不是能打折？长老不愧是长老，别人想正邪不两立，他想商贸区打折。魔界少主，你才是外人吧？修仙界不接受魔族弟子，这是我们修仙界的事，万仙盟自会审判。何时轮到魔界插手？你这么帮天剑宗，难道只是因为你妹妹在天剑宗，还是魔界和天剑宗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？因为本少主也是天剑宗的人。不少，天剑宗的不少，上一届宗门大比，老子就是输给了他，借老子100诸品灵石还没还啊！二师兄，你是在扮演魔界少主，还是说你本来就是？你不是在找矿吗？老夫打灵宫几百年，什么大场面没见过，这场面真没见过。老夫也是真刺激，比赵如还刺激。你小子居然是魔界少主，那下次我们去商贸区是不是不用给钱了？可以打折。打几折？骨折。二师兄还是二师兄，哪怕成了魔界少主，也没忘记把价格砍到大街，怪会过日子嘞。难怪他们一个个用这么好的剑，肯定是魔界矿场职工。你们又跑偏了，不应该说天剑宗背叛修仙界的事吗？对，天剑宗勾结魔界，叛徒，勾结魔族，罪不可赦，把他们都抓起来。俺听着他们喊叛徒，心里头怪不是滋味儿。俺师兄们明明啥坏事都没干，他们只是护着俺，可护着俺好像也成罪了。小师妹，别怕，真打起来，我挡前面。本公子最讨厌被人冤枉。本次事件记录：天剑宗被迫背锅，背数锅很大，不接。这是谁呀？剑气怪吓人嘞！听说有人想欺负我弟子。魏苍玄，你故意的吧？每次出场都开威压，2000多岁的老不死，每次出场都这么装。我知道你们很急，但你们先别急，等老夫叙完旧。宗主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宗主，您不是说50年后才回来吗？听说有人要欺负我弟子，老夫连夜赶回来的，剑都飞冒烟了。原来长老们也会委屈，平时他们像山一样挡在俺前头，宗主一回来，他们也想有人撑腰嘞。不错，都进步了。宗主，回来了，矿挖完了，外家差不多够宗门花一阵子了，不错。好像魔界少主去找矿是天剑宗正常外派任务一样。混沌灵根，好，你们几个会捡娃娃，捡得好，回去一人加1只鸡腿。宗主，是我们捡的。当时他饿了，我们给了他一个馒头，后来宗门大招，青云宗不要，我们就捡了。一个馒头换一个混沌灵根，值。俺当时也不是光为馒头来嘞，那是，后来还加了热糖。宗主，这是我妹妹，亲的。那你们一家子都挺能跑。你爹在干嘛？在魔界穿新裤衩。行吧。俺爹要是听见，估计又要说那是尊严的新裤衩。你们天剑宗有完没完？这里是万仙盟，不是你们天剑宗后山，正事不说，叙什么旧？你看你又急，弟子之争向来如此，急什么？魏宗主，你可知你这二弟子是魔界少主？知道。如何呢？又能怎？你收留魔界少主50年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没想干什么呀，想捡个杂役弟子回去干活，结果捡了个魔界少主。谁知道他天赋那么高，就比清晨差一点。修仙界同一届天骄，至少能排前3。
咋了？你嫉妒了？可是万仙盟有公约，修仙界宗门不得收魔族弟子。那公约是谁定的？万仙盟。万仙盟是谁？各大宗门共同组成。那老夫也在万仙盟，怎么不记得有这条？老夫云游50年，没签过这个规定。没签过的纸，就是厕所里的屎。宗主这个话怪糙，但怪有劲儿。魏宗主，当年我们给你发过传讯，是你自己不回，不回传讯判几年？魏苍玄，就算你没签，天剑宗作为5大宗之一，也必须遵守万仙盟决定。那你们把天剑宗从5大宗里除名了？除名了，老夫就不用遵守了，多简单的事儿。三师兄，宗主好像很会吵架。宗主不是会吵架，是他强。中，俺懂嘞，实力就是最大声的道理。魏宗主，魔族弟子留在修仙界确实有点不合适。哪里不合适？身份敏感，容易引起误会，与魔界勾结的误会。什么误会？符彦这小子在老夫这儿待了50年，魔界打过来了吗？这小娃娃待了半年，魔界打过来了吗？倒是你们，天天嚷嚷着魔界要打过来了，魔界打过来了吗？人家魔界过自己的小日子，打你们干嘛？听说现在魔界搞商贸，你们把公主和少主赶回去，那以后不去商贸区逛了？你看，食神宗的就不想赶。老夫什么都没说，但你也没反对。宗主一回来，天剑宗好像就有屋顶了，再大的风也吹不塌了。老夫说句不好听的，你们这么着急赶人，不就是嫉妒我宗弟子优秀吗？谁嫉妒了？你不嫉妒，那你刚才为什么跳出来骂？你跳那么高，不累吗？别以为老夫不知道，你们就是嫉妒老夫宗弟子清一色单灵根，现在还有混沌灵根，嫉妒坏了吧？三师兄，宗主咋这么会戳人心窝子嘞？因为他说的是实话。宗主话术记录，先定性为嫉妒，再让对方无法反驳，效果极佳。弟子之争向来如此，老夫理解，但你们能不能换个方式？别每次都拿规矩说事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给智商赋点灵力，行不行？魏宗主，你不要胡搅蛮缠，是魔族弟子混入修仙界宗门的事。混入？谁混入了？人家光明正大进来的。你们青云宗测灵根的时候，没测出来他是魔族？当时只测了灵根。那你们怪谁？自己测不出来，怪人家太会藏。你们青云宗连混沌灵根都看不出来，确实无能。这话刚才我二弟子说过了吧？老夫再重复一遍，确实无能。你们那个糊涂长老名字起得好啊，糊涂，人如其名。魏苍玄，你还有你谢千珏，要不是青梦丫头闭关了，轮到你一个长老在这里。宗主骂人跟大师兄出剑一样，都不花哨，但一下就中。玉灵宗、灵气宗，你们那点破事，整个修仙界都知道。因为理念不合，分了2个宗，分了就算了，还互相较劲，较了几百年，谁也不服谁。你们要较劲，自己关起门来较，别拉上别人，尤其别拿老夫的弟子当枪使。魏前辈，我们并没有。先别插嘴，骂完他的，骂你的。白鹤洲，老夫说你小子几句，你可别不服。你们灵蟹宗天天琢磨怎么挤掉玉灵宗上5大宗，有这功夫，不如琢磨琢磨怎么把弟子的术法练上去。万灵精血祭阵，亏你想得出来。灵兽是伙伴，不是工具。你这种搞法跟魔界有什么区别？不对，魔界都不这么干。魔界打仗都是光明正大，你比魔界还不如。白小子，你记住，别管记住什么，你就记住，反正记住就对了。静心丫头，老夫说你2句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们玉灵宗对老夫这小弟子不错，前辈请说。老夫领这个情，但是你今天这态度不太行。之前挖墙巧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，现在知道人家是魔族了，就叫人家牛夫人。今天这种场合，你一句话不替他说，反而站在那里看戏，你自己说合适吗？魏前辈说的是。宗主这嘴真是一碗水端平，谁都不落下，俺看着都替他们心慌。神女宗，
你们家女修追我宗弟子追了几10年。魏宗主，这是年轻人的事。年轻人的事，你们当长辈的不管管。小姑娘，追人这种事讲究你情我愿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强追的人不圆。好吧，年轻人的事，老夫也不管了。禅宗，老和尚，老夫说你几句，你可别生气。阿弥，你们禅宗就是太爱当和事佬，每次开会，你们都是阿弥陀佛，大家不要吵了。吵完了，你们还是阿弥陀佛，大家不要吵了。该站队的时候不站队，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。还有你们那套见不得光的只渡有缘人，能不能改改？哼，进寺要香火，渡人要腐尸，没钱没灵石，连寺门都不让人进。贪就贪吧，没人说你们不能贪，可偏偏又想收灵石，又想立牌坊，还天天念众生平等，平等个锤子！俺突然知道为啥王吉长老只在禅宗扫地，不在禅宗当和尚了。可能扫帚都比有些规矩干净。食神宗，你们家的饭好吃，下次多做点。老夫云游50年，没吃过一顿好的。行，给您留位置，靠窗的。你们这些所谓隐士家族，哪个不是靠老祖宗撑场面？那些老祖几千岁的老东西了，还没飞升，就会窝在家里当缩头乌龟，外面出了事就派小辈出来顶。要我说，要么出来管事，要么麻溜入土，别占着茅坑。人老了，干什么都显得心酸，尤其是躲在后面不敢出来的时候。慕容家的，魏宗主，你们家的事，老夫不想说，但最强的孩子跑我宗来了，你们自己想想为什么？魏宗主，这是我们家的事。老夫知道是你们家的事，老夫只是陈述事实。吴师兄脸上没表情，可俺觉得他心里肯定不是没感觉。你们不要的，老夫捡回来了。105岁的金丹后期，哼，后悔吗？宗主不是只护俺，他护每一个天剑宗弟子，谁受过委屈，他都记着嘞。还有谁想说的？那老夫说完了。魏苍玄，你说了这么多，但问题没解决。魔族留在修仙界，万一出事，谁负责？那你别活了，你活着也有可能出事。那你是不是别活了？还没出事，你们非要假设出事，那老夫也假设一下。假设你们青云宗明天被妖兽屠了，是不是也要怪魔界？年轻人，你记住，老夫1000多岁了，那更该记住了。别管记住什么，你就记住。俺发现宗主说话有时候像剑，有时候像锤子，这一下直接把谢长老砸懵了。阿弥陀佛，魏宗主，今日之事总得有个说法。行，老夫给你们一个说法。第一，屠宗的事，如田健会去找魔界干的，若夫亲自俺爹刚穿上新裤衩，希望他别这么快又出事。如果不是，谁泼的脏水，谁自己喝回去。第二，我宗弟子不管是人是魔，入了天剑宗的门，就是天剑宗的人。谁想动他，先问问老夫的剑。老夫几百年没拔过剑了，但不代表不会拔。宗主这句话一出来，俺忽然觉得俺不用一直攥着剑嘞。屠宗之事尚未查清，诸位正事要紧。魔兽作乱，魔界也有责任吧？魔界可以协助调查，但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别什么事都往魔界头上扣。善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走，回家。走，回家。他那眼神大概是说丫头，下次打架叫我回去看好门，别让陌生人进魔宫。来福那个意思俺看懂了，他叫俺哥早点回家。走吧。二师兄飞得怪嚣张，不过人家袁英奇又是魔界少主，嚣张一点也正常。我们以后应该叫他福燕还是傅少？二师兄还是少主？所以我们的剑不是魔君送的，是他送的吧？魔界少主送的每把剑刚好对应我们各自属性，是因为少主就是二师兄，二师兄熟悉我们，所以魔君送剑等于二师兄送剑等于自己人送剑。
我们的剑是自己人给的，不欠外人。六师兄这个逻辑，情气中带着严谨，严谨中带着不要脸，但俺也觉得怪有道理。二师弟，谢谢。男人之间的友情大概就是这样吧，明明心里啥都明白，嘴上就是不说，不中，这样憋着不难受吗？小杨，恁开门辛苦嘞。长这么大了，这是咱们宗？是的。老夫50年没回来，你们把宗门卖了？宗主，我们没有卖，是符燕给的矿石。挖矿这么赚钱？还行。这叫穷宗翻身，卸下自家人。这魔兽怎么是白色的？不像普通魔兽。我们在魔界商贸区域花了500中品买的。三师弟，其实它不是普通魔兽兽。哦，的确不是普通魔兽，老板说是变100，所以便宜卖我们，原价要800，我们还价还了半天。也不是变异的啊，它是旺财和来福的后代。哥，旺财和来福生孩子嘞，他们不是守门了吗？当差时间还能思想收手？上次来福离家出走3个月，就是去生孩子，回来的时候叼回来的。哦，旺财和来福小时候原来长这样呀，那他以后是不是能像他爹娘一样，长得跟半个山头恁大？石狮子那么大，一口锅炖不下。难怪老夫在玉灵宗训了那么多魔兽，总觉得他不一样，说不上来，就是不一样。难怪他那么的时候，他知道离远点，不像别的魔兽往炉子上扑。阿弥陀佛。有没有可能他不是有佛性，他就是困嘞？好啊！那帮老东西要是知道天宗宗也有圣兽守门，估计你……宗主，俺能再问个问题不？问。养圣兽有在，会不会很花钱？成年之前会。比俺还花钱？差不多。所以，咱们宗现在有2个吞金兽，3个。宗主，你也很能吃，你一顿能吃20个馒头，比小泉多整整10个。六师兄，形象代言兽是啥？以后宗门卖东西时，让他站门口。他长得白，站门口怪显眼。这是议事大殿，能容多少人？对，1000人。以前7个人蹲石头。以前咱们开会，现在1000个人蹲在石头上。俺们天剑宗是真的站起来了。宗主，这是咱们自己的灵田，这是300年份的冰晶麦店，这是500年份的火灵芝，这是1000年份的灵桃。那为什么这么小？因为刚种半个月。所以300年费的苗刚种了半个月。是，但至少有自己的灵田了，能种灵草了，不用去玉灵宗投，不用去玉灵宗借了。大长老嘴快，差点把宗门黑历史说出来了。宗主，这是咱们自己的丹房，能炼丹了，不用偷青云宗了。二长老比大长老坦荡，偷就偷，说得怪光明正大。炸过吗？炸过1次盖，但丹炉没事，房子也没事。那还行。丹房安全等级可承受1次炸盖，被入宗主认可。以后能不能借丹房修锅？锅别在这里修。二长老，丹炉炸盖跟锅炸盖一样不？丹炉炸起来贵一点。那还是锅好，锅便宜。藏书不少。顾晨光，这些是你放的？是。宗门藏书阁放这些？藏书阁不能没有书，但宗门只有剑谱，放不满2层楼，所以弟子自掏腰包补充了课外遗物。三师兄，恁当俺干啥？小孩子不能乱看。那六师兄咋能买？下次买的话，帮老夫带2本。宗主喜欢什么类型？修仙界的也行，魔界的也行，凡界的也行。
最好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，不能虐。老夫看不得虐的。弟子记下了。宗主看着像能一剑劈山，没想到看画本还怕虐。俺们天剑宗的人咋都怪有反差哩？这锅哪儿来的？魔界买的，幽冥玄铁的，导热均匀，不粘不糊。挺好。锅比老夫的剑贵。老夫当年接任宗主的时候，天剑宗只有3间破屋，1把断剑，外加一个漏雨的山洞。现在有门了，有大殿了，有后山灵田了，有丹房了，有食堂了，还有圣兽守门。好，这一个好听着怪轻，可俺觉得它比一大袋商品零食还沉。宗主是真的高兴嘞。恁这吃法怪像俺，不中，咱俩以后都得省着点儿。今天人终于齐了，天剑宗建宗以来第一次所有人坐在一起吃饭。老夫云游50年，回来发现宗门变了，变好了，变大了，也变有钱了。但有一件事没变，人还是这么少。没关系，捡回来的都是宝贝。俺以前总觉得自己是被爹送出来打秋风嘞，现在好像不是了，俺是被捡回家嘞。宗主，敬你。敬天剑宗。敬天剑宗。老夫去看看洞府。宗主，您回来的突然，灵鸟还没牵出去，而且他们最近在孵蛋，现在赶不太人道。那老夫睡哪儿？议事大殿、藏书阁，丹房有地暖。老夫那是修炼，不是打盹儿。宗主，您冷不冷？不冷。饿不饿？不饿。要不要俺去给你拿床被子？拿吧。老夫这辈子没想过会盖着禅宗的被子睡在自己宗门的桌子上，还是议事大殿的桌子。你是不是觉得有点丢人？有一点儿。那俺给您讲个笑话。讲。俺爹在魔界穿新裤衩都要炫耀。行吧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晚安，小平儿。晚安，宗主。宗主威风是真威风，可睡桌子也是真睡桌子。俺们天剑宗连后台都怪接地气。你这个秋千不错。吴师兄做嘞，他说女孩子应该有个秋千。这些也是。师兄们都是好人，对俺很好。今天是不是很惊讶？早才到嘞。什么时候？傅衍、傅少名字对得上，都是金丹后期，都在挖矿，都是兼修。刚进宗室，师兄们说二师兄出去挖矿3年了，刚好对应俺出生的时间。不愧是我妹妹。你之前说等魔界建设基本落实，就来是修仙界配俺，直接不装嘞。不装了，反正宗主早就知道我是魔族，他捡我的第一天就看出来了。他说他捡弟子从不看身份，让我安心聊天。这个人真怪有意思，嘴毒爱装睡桌子，可他捡人是真的不问出身。哥，你是因为俺才回魔界的吧？差不多，也因为魔界太穷了，爹不会管理，不会搞建设，不回去帮他的话，魔宫都要被他卖了，怕你连糊糊都吃不上。哥，谢谢你。那你以后不回魔界嘞？偶尔要回。是得回，不然爹那个文盲连裤衩都卖不明白。娘还要闭关多久？应该快了，他很厉害，一定会晋升成功。哥，娘为什么不要爹，也不要俺？故事要从很久以前说起。娘是修仙界有名的天骄，500岁的化神期，修仙界最年轻的化神期，嫉恶如仇，眼里揉不得沙子。爹是魔界魔君，修为高，比历史上任何一任魔君都高，但人傻，出门不带脑子，全靠蛮力。这个俺信，俺爹那个人确实一看就怪好糊弄。据说他当年继位的时候，魔界老贵族们
集体松了口气。为啥？太好了，是个傻子，好糊弄。唉，老贵族眼光还挺准嘞。俺爹要是听见，估计会说他那叫大智若愚。可俺觉得他就是若愚。爹当时在追一个逃进秘境的魔界叛徒，追了3天3夜，饿得头晕眼花，蹲在树下啃灵草。娘正好路过，看见一个黑衣男人蹲在树下啃树皮，以为是个落魄散修。道友有吃的吗？爹跟娘第一句话就是要吃嘞。怪不得俺打秋风这事儿这么熟练，原来是祖传嘞。娘看他可怜，给了他一个馒头，然后他缠上娘了，因为他觉得娘像有钱人，肯定还有不少吃的。爹那时候就这个出息。那时候他就这个出息。在下散修，幸福。小宗门弟子，姓清。那时候他们都用了化名，爹自称散修，娘自称小宗门弟子。爹那时候就不说实话。爹不敢，他是魔君，修仙界和魔界是死对头。他要说自己是魔君，娘当场就得拔剑砍他。那娘嘞？娘也不敢，他是青云宗弟子，还是宗主看中的接班人。他要说自己是青云宗的人，爹也得跑。所以他俩互相骗。互相骗，但感情是真的。他们一起打妖兽，一起采灵药，一起逃命。打着打着就有了感情，逃着逃着就在一起了。后来秘境出了意外，他们被困了很久。久到有了我。那后来嘞？他们出来后，谁也没有暴露真实身份，2个人用化名继续在一起，带着我，在修仙界和凡界到处游历。他们谁也没教我完整修炼法门，怕露馅儿。一个魔君教出来的招式，一个青云宗天骄教出来的剑法，拿到外面去，一眼就能看出来理。所以哥，你的剑法是自己悟嘞？差不多，他们只教基础，发力、用气、呼吸，剑法是我自己拼出来的。难怪师兄们说你刚来时剑法怪，原来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拼嘞。后来，娘接到青云宗传讯，宗主让他回去，意思是让他接班。我是青云宗弟子。宗主怀疑青云宗里有人勾结魔界，需要一个绝对信得过的人接任宗主。娘答应了。青云宗里有人勾结魔界？娘一直查不出来，没有证据，也不敢轻举妄动。娘说，等他强大了，等他查出背后之人，就辞去宗主之位，一家人一起生活。爹答应了。爹心虚？当然心虚。他要是坦白自己是魔君，娘当场就能把他打成猪头。一个魔君，一个青云宗未来宗主，比猫和老鼠成亲还离谱。直到58年前，有人找到了凡界要杀我，但爹不在。不知道爹是没收到消息，还是赶不回来。反正他不在，我一路逃，想去找娘。然后宗主路过，他把我救了，捡了回去。娘后来知道这件事，很后悔，恨自己没有保护好我，也恨爹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连儿子都不管。那你就在天剑真宗待了50年。娘让我留在天剑宗，她说这里安全。宗主虽然穷，但能打，整个修仙界没几个人打得过他。那爹呢？你们知道爹是魔君了吗？不知道。爹消失了20年，我在天剑宗待了20年，找不到他，娘也找不到他。哈，
30年，连你都不找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魔界那时候内乱，爹被几个老牌贵族逼宫，差点连王位都丢了。他花了整整20年才平定内乱。后来他说，不找我，是怕连累我。他说，如果我输了，你就是前魔君的儿子，那些贵族不会放过你。若我赢了，你再来认我这个爹，也不迟。30年前，修仙界和魔界冲突到了极限，爆发仙魔大战。我那时刚突破金丹，跟随长老们出征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青云宗方向一眼，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就跑了。不打了。整个修仙界都说魔君是不是脑子被门夹了？我也懵了。虽然他戴着面具，但我认出来了，那就是爹。俺爹看见媳妇儿和儿子直接不打嘞。很符合俺爹。反正他把娘哄好了，然后他们又恩爱了，再然后就有了你。那娘啥时候才知道爹是魔君？生你的时候。生俺的时候，那娘那会儿得多生气呀！3年半前，娘怀你的时候，已经很少回青云宗了。她把大部分事务交给长老，自己躲在凡界养胎。那段时间，他们都很开心。爹每天变着花样给娘做饭，娘每天挺着肚子在院子里散步，爹就跟在后面。等等，俺爹不是不会做饭吗？他做的是糊糊，各种糊糊，灵米糊糊、灵麦糊糊、杂粮糊糊、野菜糊糊。妈儿，今日换了新口味。俺想象了一下，不中，怪不忍知县嘞。后来呢？后来，娘生你那天难产，爹急疯了，他把方圆100里的产婆、医修、炼丹师全抓来了。妇人灵力暴动，浑身灵气乱窜，再这样下去，大人孩子都危险。爹为了救娘，动用了魔君的力量，用魔君压下了暴动的灵气。梦儿，我是魔君。娘啥反应？沉默了很久。这些年，你说的每句话都是骗我的吗？只有身份是假的，其他的都是真的。我要回青云宗。什么时候回来？现在还在回魔界。所以娘不是因为生爹的气才不要俺的？不是，她是在保护你。青云宗里勾结魔界的人还没揪出来，她怕有人伤害你，也怕别人知道你是魔族，所以把你留在魔界，因为她知道爹很强大，能保护你。俺爹这新裤衩咋啥时候都能出现嘞？哥，恁啥时候知道自己是魔界少主的？30年前，仙魔大战之后。生气吗？生气，但你是我爹，这点改不了。谢谢恁帮爹，谢谢恁回魔界，谢谢恁来修仙界找俺，谢谢恁做俺哥。早点睡，明天还有很多事。今天发生了好多事。睡吧，明天还有好多事嘞，不想嘞，明天再想。反正俺现在有哥哥，有师兄，好像也没那么怕了。咋嘞？天塌嘞？天没塌，小姑娘出门要美美的。三师兄俺们扎一样的辫子？对。为啥呀？这叫排面。哦，排面中。早点回来吃饭，今晚给你做红烧肉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一定早点回来。
有仇的记下来，回来师兄给你报仇。记仇也要规范。中，俺会好好记。俺一切谢谢大师兄。不怕。中，俺不怕。俺一切觉得俺是带着一整个天宗宗出门，俺身上都是家里人给俺称泪滴泣。俺哥现在这个脸色，怪像看见自家白菜被别人浇水，又高兴又觉得水壶不是他嘞。二师兄，你脸便秘干啥呢？想吃馒头，食堂还有，自己去拿。3师弟、4师弟，你们变了。哪里变了？你们现在都不关心我了。堂堂魔界少主，跟3岁半的小师妹吃什么醋？就是哥，恁都108岁嘞。你们知道吗？我30年前才知道自己是魔界少主，3年半前才回魔界。老实说，魔界比咱们宗还穷。我不仅要每天挖矿搬砖搞建设，还要帮我爹管理魔界大小事事，每天睡眠不到2个时辰，就这样还得抽空练剑，就怕剑术退步拖宗门后腿。行了，吃吧，多吃点，看你瘦的。神女宗女修送的，没用过，给你。谢谢5师弟。堂堂魔界少主，过得比我还苦，有被安慰到。哥，辛苦嘞。都杵在这儿演生离死别呢，去开会，又不是去跳诛仙台送死殉道，一大早搞那么伤感给谁看？哼，赶紧的，搞快点。哥，馒头甜不甜？还行。4师兄整理馒头，怪顶饿。昨天去万仙梦是北神，今天再去，俺带着鞭子、馒头、记仇本和糖，不中，气势都不一样嘞。俺和俺哥这个站位咋说呢？身份很大，位置很小。今天这事儿不像昨天吵架，是真的死人了，好多死人。经过1个晚上的调查，我们发现了新的线索。除了被妖兽和魔兽咬死的伤口之外，还有被法器所伤的痕迹，不是单纯受袭，是有人操控妖兽和魔兽配合法器攻击。这是碧落宗大长老元婴期一招毙命，碧落宗2长老元婴期同上。那是碧落宗宗主，他的修为呢？化神期的肉势怎么会这样？碧落宗宗主化神期，几招毙命，修为被吸干，灵根被挖，手段残忍，出手之人至少练虚期。俺算一下，宗主是合体期，背后要是合体期，宗主能打；背后要是大成期，宗主可能打不过。宗主打不过，长老们也打不过，长老们打不过，师兄们更打不过，那就只能逃。魔界肯定是魔界，练虚期打手，还有高阶魔兽，除了魔界，谁能有这个手笔？魔界必须给一个合理解释，为什么魔兽会出现在修仙界？高阶魔兽只有魔君能控制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？又来了，新线索老套路，锅还没热就往魔界头上扣。高阶妖兽总不是魔界的吧？你们怎么不说背后之人是修仙界？如果是修仙界的人干的，那遭殃的肯定是魔界城池，这是常识。难道不是因为魔界城池固若金汤，魔君亲自驻守，贼人不敢进去？杀鸡儆猴，当然挑软的捏。谁会一开始就挑硬骨头啃？魔界高阶魔兽全部登记在册，明面上的确只有魔君能调动，但魔君没有动机，儿子女儿都在修仙界宗门当弟子，我爹干嘛这样做？妖兽和魔兽袭击宗门，万仙盟很容易沿着线索查到与妖兽亲近的我妹妹头上，查到我妹妹就很容易查到她是魔族，查到她是魔族就会查到她是魔界公主，届时整个修仙界的怒火都会落在她身上。众所周知，修为越高越难孕育子嗣，而我爹他没必要这么干，除非他想体验一下失去女儿的感觉。我爹孩子又不多，他折腾什么？俺爹脑子是不好使，但也没坏到这个份上。这话你回去别当他面说。中，俺偷偷说。又来谁了？这威压不中，压得俺馒头都不香嘞。啊，是乌龟王来了。宗主这嘴真是开口就见血，俺还没看清人，他已经把人名字起好了。魏小子还活着呢，还是这么讨人嫌。你们这些老东西倒是没变，几千年了也还活着呢。咱修仙界的医疗条件确实不错啊。此次修仙界大规模被袭，身为修仙界一员，我等自要出来主持大局。哼，
以前就不是修仙界一员。当今之计，乃查明真相，安抚人心，而非互相攻敌，徒增纷扰。说得对，那你们怎么现在才出宗的事发生好几天了？前几天在睡觉。哥，他们说话好慢呀。年纪大了。中，嘴也生锈了。此次高阶魔兽与高阶妖兽联合作祟，实属罕见。我等怀疑乃是1000年前遗留的邪修组织所为。万仙盟追查1000年，至今未能剿灭。此次大规模袭击是挑衅之举。等会儿，你们说，你们追，你们是躲在乌龟壳里追，还是躲在传讯符里追？喂，小子，说话客气些。客气？老夫刚才说的是乌龟壳，没说王八窝，已经很客气了。邪修组织追了上千年没剿灭，那你们在干嘛？在睡觉？还是不想查？还是查到了但不敢动？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都是千年老狐狸，装什么纯良小白兔？俺算看出来了，宗主不是来开会了，宗主是来拆乌龟壳嘞。既有魔兽参与，证明此事与魔界脱不了关系。若要脱罪，魔界应自证明白。自证？好啊，那你们先自证一下，怎么证明自己不是邪修？毕竟练虚期的打手，也就你们用得起。喂，小子，你这是强词夺理！我们活了几千年，怎么可能是邪修？活了几千年就不能是邪修了？邪修脸上写字了，还是你们额头刻着好人2个字？你说有魔兽就是魔界干的，那有灵兽是不是玉灵宗干的？有佛珠是不是禅宗干的？有剑是不是天剑宗干的？按你这个逻辑，谁家有啥就是谁干的，那天下所有坏事都有人背锅了。你家有刀，杀人就是你干的；老夫家有筷子，吃饭就是老夫干的，合理吗？刘师兄，宗主这叫啥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外加逻辑反杀，听着怪高级嘞。喂，小子，你门下2名魔界弟子理应避嫌。避嫌？那你们慕容家跟上官家世代联姻，是不是也要避嫌？万一上官家干了坏事，你们慕容家是不是同谋？你们2家也是。欧阳家和司徒家上千年前就开始联姻结盟，也理应避嫌。还有你们这些老祖宗，几千年的老交情，今天你帮我，明天我帮你，是不是也要避嫌？还有万仙盟在座的，有几个没去过魔界商贸区买东西？大家都有勾结魔界的嫌疑，是不是整个修仙界都应该避嫌？照你们这个逻辑，干脆大家都别查了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，散会吧。魏苍玄，莫要强词夺理。强词夺理？那好，你说点不强词夺理的。你们几个老家伙，一个个窝在家里几千年，外面的事一概不管，妖兽袭击村镇时不管，邪修作乱时不管，现在突然跑出来说了一次主持大局，请问你们有什么资格上桌？宗主说话真不怕挨打，俺要是这么说，估计早被拍成馒头兵嘞。怎么，说不过就要动手？那就动手吧。传出去说你们一群几千岁的老家伙欺负一个2000岁的年轻人，看你们要不要脸。我什么我？老夫才2000多岁，在你们面前确实是年轻人。年轻人说错话，你们当长辈的不应该包容一下吗？怎么，你们活了几千年就活成这样，心胸跟年龄不成正比啊？吃一堑长一智，你们光顾着吃了。哥，宗主是咋活到现在嘞？大概是因为他确实很能打，嘴也很能打。宗主生存原因初步分析，剑快，嘴更快。宗主年轻时是修仙界第1天骄，这么厉害，而且打不过还能跑。据说宗主跑起来连大成期都追不上，还能这样？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天剑宗有底气。啥底气？宗门大阵是祖师爷留下的，据说大成期也闯不进去。俺懂嘞，原来宗主自己也有乌龟壳。诸位老前辈，能否听晚辈说一句？58年前，我还只是一个炼气期小修士，曾被邪修追杀过，对方头目也是炼虚期。我一路从凡界逃到修仙界，才碰巧被宗主捡回去。我怀疑，追杀我的组织和屠宗的是同一伙人。炼虚期杀炼气期，不过弹指之间。你是怎么跑掉的？因为他们并不是想杀我，而是想活捉。
这道伤是对方差点废了我的暗灵根留下的。暗灵根？对方比我自己更清楚，我是魔族，也清楚我爹是魔君。这么说，魔界也出了叛徒，还和修仙界的叛徒联合了。若真如此，那这邪修组织藏得够深。哥说的轻飘飘，可那刀疤那么长，当时肯定很疼，怪疼嘞。等等，你是魔界少主，身边应该都是高阶魔将，那些人能跑去魔界王都杀你？当时我在凡界。你在凡界干嘛？你不是魔界少主吗？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是魔界少主。什么？等等，你是说你跑到修仙界之前，进天剑宗之前，不知道自己是魔界少主？魔界少主不知道自己是少主？不知道。那你怎么知道自己是暗灵根的？宗主看出来的，入宗第一天他就看出来了，但他没说，过了20年才告诉我。没错，符彦58岁入宗，在天剑宗待了20年，还不知道自己是魔君的孩子。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普通散修的儿子，父亲在外跑生意，母亲在宗门打杂。哥，你当年这么好骗呀？那时候我小，58岁还小。标准的修仙界留守儿童剧本。直到30年前仙魔大战，他跟随天剑宗出征，看见魔君顶着个面具出场，才认出来那是他爹。3文钱的面具是他在凡界地摊上花3文钱买的，是他38爹生日那年。这事儿怪丢人，但也怪像俺爹能干出来的事儿。所以你是在凡界和天剑宗长大的？你爹为什么要瞒着你身份？怕你骄傲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为了瞒你妈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就说得通了，肯定是魔君在外面骗的女人生的孩子。如果骗的是魔界的人，那无需隐藏身份。这样看来，魔君骗的一定是我们修仙界的女修，而且肯定来头不小，不然不用这么藏着掖着。这些大佬刚才还要查案，现在一个个向茶馆里听书嘞。俺寻思着要不要给他们搬点瓜子儿。无可奉告。有些事说出来就是另一回事嘞，他们猜到了，也只能装没猜到。行了行了，你们是来查案的，还是来听书的？要不要再给你们备点瓜子、花生？眼下当务急有2件事，其一，查清楚屠宗凶手；其二，防止再发生类似袭击。我现在回魔界去查，高阶魔兽明面上确实只有我爹才能调动，但魔界一些老牌贵族是允许圈养中阶魔兽的。如果他们的魔兽进阶成了高阶，没有报备，或者他们和修仙界的人勾结，这些都要回魔界去查。善，魔界少主请便，有消息随时通报。哥，消息。知道了。二师兄，活着回来，别逞强。需要帮忙就传讯，别一个人扛。二师兄回魔界调查，风险等级高，被入必须定期报平安。小心。邪修太猖狂，必须严查。魔界也有责任，各宗需尽快稳住人心。俺听的耳朵都快长茧嘞。他们说来说去就是国别砸俺家，事儿别人去查。青云宗负责东线，玉灵宗负责南线，灵气宗负责西线，神女宗负责北线。禅宗居中协调，哪里需要便去哪里。尹氏家族负责提供情报与资源。情报与资源，俗称后勤保障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：你们先去送死，我们在后方看着。宗主，咱们。魏宗主性情过于冲动，若去现场恐生变故，调查将就谨慎，不宜毛躁。而且魏宗主太能骂人，怕去了现场跟人打起来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：宗主恁一边凉快去，别来添乱。行，那老夫回去等消息。诸位慢慢查，查不出来再找老夫。老夫不着急。宗主，他们为啥不让您查呀？因为他们怕老夫查出点什么。查出啥？查出不该查的东西。俺决定不问了。再问问下，3岁半的耳朵，还是少装点秘密为好，装多了晚上睡不着。宗主，您今天骂那些老祖，不怕他们记仇吗？老夫仇家可太多了，不在乎多几个，1000个和1001个有什么区别？你有1000个仇家？大概吧，后来更多了，数不清了，懒得数了。
反正每天都有新人加入，像赶集一样。那您不是天天被追杀？是的，以前一天被追杀800遍。800遍那么多？有时候一天来好几波人，上午一波，下午一波，晚上一波，半夜还有一波夜值的。那些年修仙界的追杀令一半都是冲着老夫来的，一路半是冲别人去的，但追着追着也拐到老夫这儿来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一天被追杀800遍，早上出门被看，中午吃饭被看，晚上睡觉被看，半夜起夜还得先看看窗外有没有人举刀，宗主还能活蹦乱跳到现在，这还是人吗？这是蟑螂吧？踩都踩不死那种。那您被追杀的时候后悔骂人吗？不后悔，反正都要被打被追杀，还不如先骂痛快。你想啊，挨打是一定的，但骂人是免费的，免费的东西不享受，那不是傻吗？这个逻辑好像有点道理，又好像哪里不对。俺3岁半的脑子暂时转不过来。小平儿，记住啊，中。脏话要说出来，嘴巴才舒服，咽下去心就脏。记住嘞。所以宗主，您今天骂他们是为了心不脏？对，为了心不脏。老夫这颗心干干净净的，可不能为了几个老东西弄脏了。俺默默记下来。宗主哲学记录：骂人可输气，变化会脏心。备注：理论有待见证。我觉得挺有道理，憋着确实难受。难怪宗主活得久，少学一点。行，大师兄，俺选择性学。今天怕不怕？怕啥？怕那些老东西，怕邪修，怕幕后黑手，怕以后的路不好走，怕的东西多了去了。你一个3岁半小孩，怕也正常。不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俺爹是魔君，俺娘是青云宗宗主，俺哥是魔界少主，还是天剑宗2师兄。俺自己是修仙界实力第1宗门的弟子，俺有5个师兄，1个哥，还有3个长老和1个宗主。俺上面有人，中间有人，后面也有人，俺怕谁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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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很有老夫年轻时的风范。宗主当年也这么狂过，有多狂？狂过，比你狂多了。老夫年轻的时候，一个人单挑过3个宗门。好厉害！后来，然后被他们追杀了300年。但是，追杀老夫的那些人，现在坟头草都3丈高了，而老夫却活得好好的。3丈高的坟头草大概有多高？能不能藏下一整只妖兽？不对，那3岂不是都快赶上打点一窝？算了，不算了。宗主意思俺懂，他赢了。小平儿，修仙界也好，魔界也好，活得久的人说话才有人听，所以处事别急着拼命。宗主，您当年为啥云游呀？待在宗门太闷了，每天看着那几座山、那几棵树、那几个人，腻了，所以就出去了。那外面好玩吗？好玩，到处是仇家，天天被追杀，刺激。别人云游是寻仙访道，俺宗主云游是主动送上门给人追杀，这像拉练。有一次在东海被人追杀，追了3天3夜，从东海追到南海，从南海追到北海，最后追杀的人先累死了，老夫还活着。宗主，您这个云游怪费头家嘞，说明他们体力不行。那你现在为啥回来？在外面待腻了，而且听说宗门多了个小弟子，想回来看看，顺便看看那些老东西是不是还活着。结果嘞？结果还活着。那您刚才说快了是啥意思？有些话听一半就行，听全了晚上容易做噩梦。傅燕那小子跟你说过你爹娘的事吗？昨天晚上说嘞，在秋千上说嘞，说了很久，说到月亮都歪嘞。那老夫给你补一点。100多年前，魔君追查魔界叛徒，追到了修仙界，为了隐藏身份，他伪装成一个散修，摆摊卖符的散修。摊位比当年的天宗宗还寒酸。你娘那时候也是伪装身份出来历练，她自称小宗门弟子，实际上已经是青云宗内定接班人。2个人都在骗对方，都在演戏，结果演着演着，演到一块儿去了。俺爹娘这叫互骗式恋爱？差不多。他们被人算计了，有人用禁术封了一个上古秘境，把他们困在里面。那个秘境本来就是上古遗迹，进去的人9死1生，里面妖兽多，阵法密。他们被困了10多年，
困到生下符焰。那些人本来想把你爹娘困死在秘境里，魔君回不去，魔界贵族就可以架空魔界；青梦回不去，青云宗长老就可以换人接班。一箭双雕，一石二鸟，一网打尽，一锅端。4个字，一个意思，看得出来，宗主是真欣赏这个计谋类歹毒程度。但是没想到这俩人居然在秘境里相恋了，更没想到秘境后来被你爹偷偷破开了。咋破开了？用拳头。那禁制按常理，至少需要3到5个合体期联手，用专门破阵法器才能打开。结果你爹一个人用拳头砸了3下，禁制就碎了。没阵了，这样他！俺爹用拳头破上古禁制，人家用脑子破阵，俺爹用拳头，脑子不够，拳头来凑。关键是他还真凑成了。他们出来后各回各家，你爹回魔界平乱，你娘回青云宗接班。那些人又生一计，劫持你哥，威胁你爹娘。炼虚期去抓一个炼气期小娃娃，本以为手到擒来，没想到被老夫救了。宗主，您当时是不是可得意？也就一般得意。然后他们又搞仙魔对立，引发仙魔大战。本以为好浑水摸鱼，没想到你爹直接投降。那些人啥反应？据说当场就懵了。魔君投降了，准备好的后手全用不上，全成了废纸。他们又想借赔款架空魔界，结果你哥回去帮他挖矿开商贸区，还搞什么产业链垂直整合。啥链？老夫也不懂，反正挺赚钱。才3年，不仅还清了钱，还促进了2界互通。那些人的计划一环扣一环，困魔君，劫少主，挑拨仙魔大战，架空魔君。机关算尽，却每一步都算错了，算来算去，把自己算进了死胡同。像茶馆里听书听到精彩处，恨不拍大腿。宗主，您救俺哥的时候，知道他是魔界少主吗？当然知道，老夫活了2800年，连魔族都认不出来，不如找块豆腐撞死。知道，那还救？追杀符焰的人是修仙界的，老夫就想给他们添堵。你们不让救，老夫偏救；想杀，老夫偏养。而且捡个魔界少主回去守门，多有牌面。天剑宗一出手就是魔界少主，这牌面，整个修仙界谁比得了？宗主坚韧思路，真清气。别人坚韧看根骨，他坚韧看能不能给仇家添堵，有没有牌面。不过俺哥后来确实很能打，也很能赚钱，所以宗主这眼光歪归歪，准也是真准。宗主，您知道屠宗幕后之人是谁不？知道不知道的，知不道。啥叫知道不知道嘞？知不道？就是老夫心里有数，但没有证据。有证据的事才能说，没证据的事只能想。想了也不能说，说了就是造谣。造谣要被追杀的。哦，那您想的是谁？回家再说。小师妹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锅里还热着红烧肉，炖了2个时辰。不是俺想叫哩，是红烧肉叫俺叫哩。听说那些老祖出关了，有没有为难你？有没有说你坏话？有没有人瞪你？有没有人偷偷放屁赖你头上？没有，宗主在，谁敢为难俺？二师兄呢？回魔界调查嘞。小泉儿，先去吃饭。温之雅、景元，你们跟老夫来大殿。宗主连饭都不着急吃了，他平时不是最积极的那个吗？是啊，宗主可是一顿能吃20个馒头的人。说什么事不能当着我们的面说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唉，大人的世界就是这样，一遇到麻烦就把小孩支开，好像我们听不见就代表事情没发生过一样。那俺先去吃肉。去吧去吧，天塌了也有宗主的嘴顶着。对对对，肉有灵魂，要趁热吃，凉了魂就散了。中，魂不能散。先吃。四师兄，这肉中怪
怪种。小师妹，快说快说，殿上什么情况？对，听说宗主把那些老祖怼了。听说魔界少主不，二师兄今天都插不上话。你们仔细看吧。小师妹，你写的这些字，我一个都不认识。那是字吗？这个歪歪扭扭的是什么？哦，那是宗主。这个呢？这个呢？那是马人。这个圈圈呢？那是老祖。俺不会写，就画了个乌龟壳。算了，你直接说吧，念出来比才省时间。俺觉得俺记得挺清楚嘞，就是他们文化水平高，看不懂俺的简化符号。有人想挑拨仙魔两界，还勾结了魔界的老牌贵族，还追杀过二师兄。还是连续期的打手，太过分了！练气期啊，那是修仙界食物链最底层，比路边小草还脆弱，他们这都不放过。这些事如果连起来看，有人在下一盘大棋，下了100多年，比宗主的年龄零头还长。他们想把仙魔两界的水搅混了才好摸鱼。小师妹，你才3岁半，这些弯弯绕从哪儿学的？话本里都是这么写嘞，搞事情不都是先把水搞混吗？哪个话本？咱家剑宗团宠小师妹第9章第3节。小师妹，那个神秘女修士，当然是俺娘啦。你娘是青梦呀。咋嘞？俺没说过吗？他说过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所有记录里没有这一条。青梦宗主，青云宗宗主青梦，俺娘，俺爹是魔君，俺娘是青梦。这个昨天哥跟俺讲嘞。恁们不吃吗？青云宗宗主青梦，上一届第一天骄青梦，500多岁化神大圆满的青梦。就是他，俺娘。难怪仙魔大战，魔君投降时看青梦宗主的眼神就不对劲儿。我当时还以为是战术性凝视，没想到是战略性看媳妇。俺爹那人确实干得出来。六师兄，啥叫基因？就是爹妈都厉害，所以你也厉害。哦，那俺确实有点占便宜嘞。俺以前以为自己只是吃的多，现在发现俺可能是爹娘配置太高。这事有多少人知道？没多少人，但那些老家伙应该知道，毕竟宗主都知道嘞。可是3个长老就不知道啊。也就是说，谁知道青梦宗主是二师兄和小师妹的娘，谁就最有可能是当年布局的人。这个推理没毛病，但宗主怎么知道的？宗主说他活了2800年，没啥是他不知道嘞。也对，一个每天被追杀800遍都没死的老头，知道点别人不知道的秘密，很合理。不合理的是，他居然还活着。宗主这次回来，那几个老祖也出关了，时间上是不是太巧了？对对对，宗主前脚到，他们后脚到，像约好的一样。宗主肯定知道什么，而且那几个老祖也知道宗主知道什么，所以宗主一回来，他们就出来了。但他们不说，宗主也不说，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，心里什么都明白，嘴上什么都不说。也可能是宗主懒得跟他们说，毕竟跟傻子说话，说多了自己也会变傻。老祖们活了几千年，傻的比较有经验。小师妹，你的嘴越来越像宗主了。这是夸吗？你猜？俺觉得应该是夸，毕竟宗主能活2800年，嘴肯定也有功劳。你们有没有觉得整个事情一环扣一环，像一串糖葫芦，串得死死的？小师妹在魔界渡劫，本来大家都以为是魔界天才，按理说这事儿就这么遮掩过去了。第二，结果没几天就发生了屠宗的事，
妖兽和魔兽是天敌，他们联合的概率跟我明天飞升差不多。那基本不可能。对，基本不可能。第三，妖兽和魔兽联合，让人一下子联想到亲近妖兽的小师妹。第四，查到小师妹头上，就会查出小师妹就是混沌灵根。第五，混沌灵根本身就招惹嫉妒，如果这个混沌灵根还是魔族，那就更招惹嫉妒。于是他们就顺势要求天剑宗把小师妹逐出修仙界宗门，动机、证据、舆论全都有了。只是他们没想到，魔界少主亲自带人来万仙盟护场，更没想到魔界少主居然也是天剑宗弟子，这反转比画本还离谱，还能巴掌我个字指头了。最没想到，宗主提前回来了。宗主一回来，他们就闭嘴了，比掐了脖子的鸭子还安静。于是，那几个老祖就出来了。他们不出来不行，再不出来，场面就要被宗主完全掌控了。所以，他们的目标是小师妹。为什么是俺？因为你是混沌灵妹。混沌灵根咋了？混沌灵根意味着你能吸收天地间所有灵气，你是这个时代唯一的混沌灵根，所以你也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气运者。就是运气最好那个人。妖兽见了你绕道走，秘境里的灵药都主动拔须须给你。你连渡劫都比别人多一道，还是修复效果的那道。魔界送矿石，玉灵宗给刻亏令，照有钱买你的破烂。天剑宗从一个吃馒头的宗门变成了吃肉、有剑、有大殿的宗门。妖兽怕俺，灵药给俺须须，雷劫还帮俺修复，玉灵宗给俺糖，魔界给俺矿，好像俺运气真还中。气运这种东西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它决定了一个人能不能突破瓶颈，能不能渡劫成功，甚至能不能飞升。有气运的人，随便走走都能捡到天才地宝；没气运的人，喝凉水都塞牙；气运好的人，走路捡零食；气运差的人，走路踩狗屎。哦，那俺不想踩狗屎。你的运气很好，而运气好的人会被人盯上。盯上俺干啥？气运可以被夺走，被炼化，被献祭，被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。所以有人想抢俺的运气，这也能抢？能。那能不能去抢别人嘞？比如去抢那几个老祖嘞？理论上可以，但你打不过他们。那俺先打弱嘞。小师妹，能参与这种事儿的，弱的也没有。这就很尴尬嘞。抢俺的人比俺强，俺想抢的人也比俺强，俺就是被夹在中间那个人。3岁半，金丹初期，混沌灵根，气运之女，但是谁都打不过。打不过也没事，你有我们。对，谁敢抢你，先问问我的剑，还有我的符，虽然还没学会，以及我的本子，我会把仇记得非常清楚。那俺先吃饱，吃饱了才有力气不被抢。对，这话有道理。先吃肉，天塌了也得吃肉。应对气运被夺风险初步方案：第一，保护小师妹；第二，让小师妹吃饱；第三，查清幕后之人；第四，有仇必记。那帮老家伙突然出关，肯定不是单纯为了主持大局吧？重孙子没了都不出来，这次一个个跑得比谁都快，比赶集还积极。难不成在家闲得长蘑菇了？阿弥陀佛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人若反常必有刀。不让老夫参与查，不就是怕查到他们头上吗？宗主，您都知道些什么？那就从头捋。100多年前，布局者就开始动作了。100年前，齐梦失踪好几年的事，你们知道吧？知道。当年青云宗因为接班人的位置吵了整整7年，差点把大殿屋顶掀了。有人说他被杀了，有人说他叛变了，还有人说他被妖兽叼走了，还有人说他跟人私奔了。那你们知不知道，那会儿魔界也出了一桩大事，魔君也失踪了。
对，听说魔界有段时间确实群龙无首，贵族们争权夺利，差点把魔宫拆了。那段时间魔界消息传不过来，我们还以为他们在憋什么大招，结果是在抢椅子。所以两边同时失踪，不是巧合。当然不是巧合，因为布局者用禁术封了一个上古秘境，把这两个最有可能搅局的人关在里面了。等等，魔君和青梦，青梦丫头，对，就是她，跟魔君在秘境里待了好几年，生孩子的那种。也就是说，傅少和小平儿是青梦的娃。对，恭喜你答对了，虽然没奖品。阿弥陀佛，难怪青梦后来回来常不见人。听说他跑去凡界历情劫，等凡界道侣死了才回宗继位，但没人听说他有孩子，也没人怀疑过他有孩子。死了就是回魔界了，这谎撒的还挺省事儿。既不用解释道侣去哪儿了，也不用解释孩子从哪儿来。他道侣没死，他有孩子，只是道侣回魔界了，孩子被老夫捡了。你们不知道，老夫捡符砚那天，一眼就看出他是魔君和青梦的孩子。一眼？一眼。看见没？我儿子，我儿子。当年魔尊喜当爹，到处炫耀，跟妖兽说完，跟树上的鸟说。那段时间，秘境里的妖兽看见他就跑。虽然符砚长大了，变样了，但那双眼睛跟魔君的一模一样。那灵根，那气质，那股藏得不太好的魔气，错不了。就好像你吃一口馒头，就知道这是延川蒸的，别人蒸不出这个味儿。宗主，您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对呀，这个布局之人都未必知道这么多吧？宗主，您蹲人家床底下了？老夫当时也在秘境里。被追杀嘛，恰好就躲进去了。躲进去之后发现出不来，就跟他们一起被困了好几年。所以宗主你也在那个上古秘境里？在，还在里面待了好几年。还看了他们谈恋爱。闲着也是闲着，顺便看看那对奇葩谈恋爱，打发时间。秘境很大，他们住东边，老夫住西边，隔着好几座山呢，不算床底下。但老夫修为高，耳朵好，也没特意听，顺风飘过来的。耳朵他自己要收，老夫也拦不住。就像你们不想吃黄瓜，但黄瓜就在面前，你们能忍住不吃吗？宗主，谈恋爱好看吗？好看，比画本好看。画本写的都是假的，这个是真人真事，而且不花钱。魔君那个人虽然脑子不好使，但追人的时候特别认真。他给青梦做饭做了3年。做什么？各种糊糊，灵米糊糊、灵麦糊糊、杂粮糊糊、野菜糊糊、蘑菇糊糊、树皮糊糊。虽然换着花样做，但都是糊糊。今日是新口味。西梦一开始嫌弃，后来习惯了，再后来不吃睡不着觉。这也能习惯？3年都吃糊糊，铁人也能习惯。阿弥陀佛，习惯也是一种修行。那青梦呢？他什么反应？他教魔君认字，魔君那个字写得像蚯蚓在纸上跳舞，横不平竖不直，连自己的名字都能写错。这是青梦。青梦教了他3年，他终于能把青梦2个字写对了。然后青梦说：“不错，有进步。”他高兴地在原地翻了3个跟头。魔君翻跟头？对，翻了3个，一个前滚翻，一个后滚翻，一个侧翻，动作标准，落地稳健，不愧是练过的。阿弥陀佛，贫僧今日听到了不该听的东西。不，你们听到了真相。后来他们出来了，各回各家。魔君回魔界平乱，青梦回青云宗接班，老夫也回了天宗宗。本来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，各过各的。但是有人不想让他们安生。布局者又生一计，劫持符砚威胁魔君和青梦。炼虚卫去抓一个电气息的小娃娃，手到擒来的事儿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。结果老夫路过，顺手救了。那炼虚系的打手看到老夫跑得比兔子还快。总之，整个故事就是这么个事儿。哎
要不要给你们买点正经瓜子？有的话最好，最好是5箱的。好了，说正事，那些老东西到底想干嘛？绕这么大一圈，折腾上100年，总不是为了好玩吧？100多年的布局，光策划就策划了几十年，执行又执行了几十年，这耐心拿去种树都能种出一片森林了。他们啊，大限将至了。是啊，那几个老东西，最小的也活了5000年，大层期的寿元也就5、6千年，再不能飞升，就该灰飞烟灭。所以他们是想飞升，但飞升需要渡劫，渡劫需要准备。大成期的劫不是想渡就能渡的，需要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最重要的是需要足够的气运。气运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它是渡劫的硬通货。气运不够，天雷把你劈成灰；气运够，天雷劈完还能帮你淬体。同样是渡劫，有气运的叫飞升，没气运的叫火化。所以他们搞仙魔对立搞了上百年，是想炼化2界气运。最好再来一次仙魔大战，这样就能聚集2界所有高层天骄和气运，到时候用法阵一起炼化，2界的气运就归他们了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他们要飞升，要踩着多少人的尸骨？宗主，你有证据吗？没有。万仙盟是讲规矩的地方，没证据就是诬陷。诬陷几个大成期老祖，天津会有证据，老子今天就掀桌了，直接把那几个老东西按在地上摩擦。